欢迎回来，我是仙草初心，祝你有美好的一天。这1月份刚刚开始，头1个礼拜大盘就连续重挫。说好的开门红呢？不都说1月若是安好，全年都是晴天吗？不过呢，也不用太紧张，因为还剩下3个礼拜。那就让我们先看一看头1个礼拜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美联储到底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周一，美国疫情继续肆虐，但港口情况有所改善。周三，美联储会议纪要，小非农数据创下5个月以来最大增幅。然后就是周五的12月非农数据。好，咱们先看看这个疫情啊。疫情本周一，美国国内官方数据报道的是108.4万，新增病例几乎是前一周54.4万的2倍，创下了本国以至全球的最高纪录。而且这个数据只是官方提供的，还有很多人购买了那种家庭测试包，很多人在家测试完了以后，而且也并没有去上报给 CDC， 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纸面上的数据。这个时候呢，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会的议员呢开始针对企业新一轮救助的方案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不过呢，似乎供应链的问题好像得到了好转。美国白宫港口专员称，美国的港口情况有所改善，这就意味着紧张的供应链正在逐步的得到缓解。周三公布的小非农数据显示，12月份美国 ADP 新增就业人数80.7万人，创2021年5月以来最大的增幅，而且高于市场预期的40万人。ADP 的首席经济学家称，12月份就业市场走强，但是这个原因仅仅是因为 Delta 病毒的消退，而新的变种奥密克戎病毒影响还未显现出来。紧接着就是下午2点，美联储会议纪要。有官员指出，目前的净资产购买的步伐所带来的政策宽松程度的增加不再是必要的，有必要提前或者以高于前预期的速度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大就业率缩表可快于上一个周期。星期五，美国12月非农数据爆冷，但失业率创2年新低。数据显示，美国12月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是19.9万个，增幅远不及预期的44.7万个，但12月的失业率却下降了0.3%，数值来到了3.9%，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新低。然后我们就在周三的时候看到了道指超跌1%，纳指大跌3%，创10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道指也遭遇了2022年首个下跌。礼拜五，3大指数继续受挫，这个跟美联储从鸽派变得越来越鹰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时候啊，美联储比较激进的人就发表了说，因为现在啊非常吃紧的就业市场和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可能要求美联储比预期更早加息，并且开始缩减整体资产持有的规模，作为经济的第2刹车片。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要提前加息，而且很有可能把缩表也安排在了行程上面。那么到底是谁给了美联储加息的勇气呢？是梁静茹吗？显然不是。造成了这种情况的催化剂只有2个：一，美联储意识到了这个通货膨胀啊，现在是持续高于预期，而且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尽管这个认识来的呢比较晚，比较迟，反应的比较迟钝啊。第二就是市场很快就会满足其双重目标的第2个原因，就业最大化。在这里，大多数的官员认为啊，如果近期劳动市场得到改善，或者是有稳步的提升，加息的条件可以很快得到满足，而且并希望于今年的3月份开始加息。
但也有美联储的官员希望放缓这个进度。他们觉得，如果过激地采取行动去抵消由供货需求所导致的高通胀，其实在解决供应链上面的问题基本上发挥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绝对会破坏经济，导致未来就业的机会减少。加息的目的呢，是在于抑制水涨船高的通货膨胀，也是在为缩表做出铺垫。OK， 那么问题来了，缩表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缩表，就是指美联储缩减自身资产债务的规模，是中央银行减少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行为。美联储通过直接抛售所持有的债券，或者停止到期债券再投资的方式，可以实现对基础货币的直接回收，相当于变相的提高了利率，是更为严厉的缩紧政策。这个资产负债表就是指央行在印刷纸币的时候就需要资产抵押，比如债券、黄金等这种抵押品就是央行的资产。央行每印一张钞票就多一笔负债。简单点说，缩表就是从经济体中抽走货币，而货币减少，那么相对应的货币价值就会增加，这就是 QE 的反向操作。那么缩表对市场又有什么影响呢？在这些美联储官员当中啊，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认为，如果美联储开始缩表，那将是灾难性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不仅没有注入流动性，反而是在抽走其中的流动性。目前已经看到了股票市场从科技股、高增长股和动量股转向了价值型、周期型、收益类的股票。推动这一趋势必然是流动性，而不是利率。当有流动性的时候，你会寻求动力，因为美联储正在迫使股票和债券上涨。但是如果美联储撤出了这些流动性，你肯定就会觉得那算了吧，我还是去投资一些个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小公司。而在这种缺少了流动性的情况下，美联储终究会叠加美债供给，反弹将进一步压制美股的估值。预计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从当前的21倍回落到15%，也就是说是2015年前的18倍。那这个纳斯达克回调的空间可能会更大，大概预计回落20%，回到之前的25倍。所以说，在盈利增速和流动性投放都以阶梯的形式下落，美股市场的拐点也许可能会在今年的2季度出现。支持的人呢，就会表示出美联储现在的工作重心将用于对抗通胀。随着实体经济强劲复苏，但通胀远高于政策的目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许已经可以更直接的打击通胀。毕竟缩表是一件大事儿，政策是死的嘛，人是活的。如果看到市场的风向不对的情况下，美联储大可推迟其缩减计划，就像是这个2013年引发的缩减恐慌一样嘛。那你说美联储这个缩表的目的是什么呢？一，短期的目的是推升长端美债收益率，防止利差过早倒挂。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的10年国债跟2年国债收益率差值过低，一旦加息推进，美债收益率曲线就会倒挂，随后市场就会形成衰退预期。所以呢，在此加息过程当中，同步缩表是极为必要的。第二个，长期目的是稳定美元货币体系。美元货币体系稳定需要2个基础。第一，美联储与非美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统一，美债的稳定性、安全性与投资吸引力。再一个就是，只要财政赤字率下降，美联储就必须通过缩表来维护美元货币体系的稳定。3，中期选举前，美联储的姿态应该是高举轻放。现在美联储开始讨论缩表，那么就意味着加息真的临近了。目前美联储已经有了更鹰派的表态，而且他们预计在中期选举前加息一次，
然后启动缩表，中期选举后再次加息。所以说，为了防止美债曲线过早倒挂，美联储大概率应该是在首次加息后就应该讨论缩表。接下来咱们看一看这个持仓情况啊。我呢是一个小散，所以现在手头上只有几只股票。首先这个重仓股是这个英伟达。英伟达呢在这个礼拜表现的并不是很好，不过它已经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连续试探了这个270块钱的这一算是支撑位吧。接下来就是看它能不能守住这个265到275之间。然后呢，我基本上最理想的加仓的位置应该是在235到245之间。不过它从前期的高点345到235大约回调了30%，所以看能不能给机会加仓。个人观点，接下来我觉得它应该会处在这个265到340之间，反正就是做这种震荡吧。剩下还有一只就是中概股阿里巴巴，目前看来好像要有突破的迹象。不过新闻说是查理芒格在4季度有大幅的加仓，所以这个礼拜好像涨得还可以吧，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走。希望它能马上回补之前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缺口，如果补上的情况下，大方向应该是还要往上继续走的。好的，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的话，那就订阅、点赞、留言、分享吧。那我们下期见。